好闺蜜为钱考研名额，冒用我照片勾引导师，还诬陷我偷偷在厕所生孩子。小贱人，这就是你勾引我老公的证据！亲爱的，想看我新拍出来的照片吗？包你满意哦。今晚老弟房间，我买了很多你喜欢的玩具哦。王学明，我怀孕了，你要是不想被你老婆知道，不想我生下，就给我转5万块，还要向学校举荐我保研。我没有勾引你老公，我是被冤枉的。够了，许妈！现在证据确凿，你还在狡辩什么？许曼，没想到你人前装的清纯，背地里竟然这么无耻。你用艳照勾引王学明教授骗钱骗感情，还拿怀孕的事情威胁他举荐你保研。如今证据确凿，你还不承认？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不，大家听我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是陈思妍刚刚在厕所生下的，是他在陷害我。好了，妈妈，你在胡说什么呀？本来就是我们2个人犯了原则性错误，你为什么要栽赃给其他人呢？徐曼，不要激动了，无论你现在想干什么，都不要伤害我们的孩子啊！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也要陷害我？为什么？那你说我喜欢你有错吗？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拒绝我？可是徐曼，你知道吗？当陈思妍用你的微信来加我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有多兴奋，我真的以为那是你。可在星洲酒店开了房之后，我才发现那是陈思妍。不过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什么？王教授，你怎么来了？最近天有点冷，我来提醒你多穿点。我昨天送你的丝袜可是加绒的，你怎么没穿啊？王教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请你自重。好，给你点面子，不比。今晚10点，青城酒店，不见不散。我明白了，怪不得你老是莫名其妙的来骚扰我，原来是陈思妍在用我的照片勾引你。那这个孩子也是你跟陈思妍的，你们是一伙的。不过你明白的已经太晚了。许曼，回头吧，给我们的孩子积点德，不要再冤枉其他人了。王学明，你混蛋！我才是你的老婆。是，我们是10几年的夫妻，可自从你查出不孕之后，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什么？就因为我生不出孩子，生着你猪背着你娘吗？我们10年的夫妻感情，我伺候你10年的生活起居，又算什么？难道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小三跟我离婚？够了，周一霞，我不许你这么说许曼。你们给我站正！我是这样的，我什么都没有做，我是被冤枉的。别解释了，没有人会信你。要怪就怪你夺走了我的保研名额，所以我只好设计这一切，把这件事弄得全校皆知，这样你才能身败名裂。勾引我丈夫，破坏我家庭，毁了我的后半生。徐曼，我让你死！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就不怕我告发你们吗？告发？你没这个机会！我要借你的命，把周云霞送进监狱，这样我就能和学明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哎呀，你瞎叫什么？你付款啊！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到了陈思妍在厕所生孩子的1个小时前。
哎，我说姑娘，你没事吧？没事儿。没事，要这么多卫生巾干嘛呀？上一世陈思妍上厕所的时候，羊水破了，马上要生，我来不及买产乳垫，只能跑遍学校附近的商店买卫生巾往那救急。他却反咬我一口。这一世，我绝不会心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孩子是谁生的，让陈思妍跟王学明这对无耻败类付出代价。这些卫生巾我先不要了。你这儿有没有那种可以连通手机直播，又能藏在身上比较隐蔽的摄像头呀？干嘛？偷拍呀？你们年轻人现在玩的都这么开放吗？不过你算来对地方了，像这种私密设备，我这还真有。喏，这就是。我操，这主播疯了吗？竟然敢直播女厕所，玩的这么野吗？666，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直播内容吗？时间刚刚好，陈思妍，就让全网观众见识一下你丑恶的嘴脸吧。怎么买个卫生巾要这么久？我都生完宝宝了，你才好。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手机里的秘密。你拿我的照片去勾引有老婆的男人，骗钱骗感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把手机给我！你在胡说什么？快把手拿开！别伤到宝宝！韩导，关于学校下半年扩建西区的计划，想必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请您过目具体的扩建构图。王雪，还不快给韩导看扩建图？王雪，不好意思，韩导，这是我新招的助理，工作还不太熟悉。完了完了！等等，不准给我关！有大命！现在主播为了流量，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吗？竟然直播闺蜜生孩子！这主播真恶心，什么仇什么怨啊！要把闺蜜往死里弄！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实施方案？这是哪个系的混账学生？马上给我查！陈思妍，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解释？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用了你2张照片嘛，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谁叫你长得比我好看呢？要不然王学明也不会生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明知道王学明是有老婆的人，还以我的名义去勾引他，甚至还发生了关系，生了孩子。是不是想等事情闹大之后，把一些责任都推给我呀？怎么会呢，曼曼？我虽然用了你的照片勾引王学明，可是我们线下见过面的呀。他知道一直跟他聊天的人不是你，而且经过这10几个月的相处，我们已经有感情了，要不然也不会有宝宝。曼曼，你就放心吧，以后就算天塌下来，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好了，曼曼，你帮我包一下宝宝，我回宿舍换件干净的衣服，然后取个被褥把宝宝包起来，送去医院做检查。取被褥？上一世我就是信了你的话，才会被辅导员他们堵在厕所百口莫辩。这一世，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
曼，我的好闺蜜，我都已经解释的够清楚的了，你还在这耍什么脾气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陈思妍，你少跟我喊！你要真是我闺蜜的话，就不会偷拍我的隐私，做这种事。陈思妍，你疯了！曼曼，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帮我的。好，曼曼，你就帮我先抱一下吧，我取个被褥就回来。陈思妍，我还真是高估了你的道德底线，没想到你为了让我接触宝宝，竟然这么没有下限。还好这一世我全网直播，我看你还能怎么陷害我。我的天，反转了！没想到真正恶心的人不是主播，是这个陈思妍，太畜生了吧！竟然用主播的名义去勾引有老婆的教授，真是屌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至理名言。辅导员，快！徐梦，开门！徐梦，你是不是疯了？为了保研名额，不但隐瞒了未婚先孕的事实，还敢把孩子偷偷扔在厕所，你还有没有人性？赶紧给我把门打开！妈妈，对不起，是我叫辅导员过来的。宝宝才刚出生，需要做全面检查，你不能为了一己私欲影响孩子的健康啊！徐梦，开门！你们轻一点，别吓到陈思妍的孩子。什么？陈思妍的孩子？曼曼，你在说什么呀？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我说许曼，你少在这儿胡乱栽赃了。那孩子要是不是你的，你抱着干嘛呀？害怕死了没死？不就怕我知道吗？哼，什么公认的清纯女神啊！我呸！平时装的像个人似的，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你为了保研把宝宝生在厕所，你就不怕他受风感染吗？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啊？你们闭嘴！谁栽赃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好了好了，同学们，曼曼才刚生完孩子，现在情绪还不稳定，这个时候啊，可千万不能受到刺激，要不然会得产后焦虑症的。我们还是多包容包容她吧，毕竟宝宝还小，离不开她这位妈妈。陈思妍，于瑶，你跟我都是陈思妍的室友，天天生活在一起，你来说，这个孩子是谁生的？哎呀，曼曼，你先别激动。我能证明啊，这个孩子是徐曼的。什么？于瑶，你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话呢？就算陈思妍的体质不显怀，但是她也瞒不了我们呀。她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要帮她诬陷我？曼曼，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承认，孩子是我的，行了吧？现在可以送宝宝去医院了吗？我明白了，于瑶，我记得你平时省吃俭用的，饭店都不舍得下，什么时候有钱买奢侈品了？包跟表都不便宜吧？要你管！我知道是陈思妍买给你的，所以你才帮她颠倒黑白。但是你知不知道，她给你的钱都是偷拍我的照片骗来的。曼曼，你难道为了保研，真的打算什么都不顾了吗？连我们姐妹3人这4年的感情都可以抛弃吗？为什么呀？我和瑶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你要这样污蔑我们的清白？清白，你也配提这2个字？够了，许妈，收起你的鬼话！现在趁早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结束这场闹剧，否则的话，你别说保研，我会让你连学籍都保不住。我敢说，你们敢听吗？有什么不敢的呀？我倒要看看什么眼瞎的男人能看得上你这么心肠歹毒的女人。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孩子的父亲就是王学明。什么？我去，
王学明教授不是有老婆吗？不是都结婚10几年了吗？竟然和许曼搞一起了！我说他怎么在厕所里偷偷生孩子呢？原来是个小三，见不得人啊！你们不知道真相之前，就不要妄下定论。我说过了，这个孩子是陈思妍的，他才是勾引王学明的小三。曼曼，我到底哪里得罪过你，让你这么恨我？我就算再不堪，我也不可能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去给别人当小三了。辅导员，同学们，你们要相信我，我是被冤枉的。黄学明教授，还真是王教授。他身边那个女人谁呀？那是王学明的老婆周云霞，不过她没什么事儿，是不会来学校的。这次过来，该不会是打小三的吧？王学明，上一世要不是你配合陈思妍陷害我，我又怎会受限于你，最后被你老婆开车撞死？这份痛，今天我要100倍还你。许曼，你口口声声说孩子不是你的，你不是小三，你敢跟我去找王教授去当面对质吗？我凭什么不敢？好，我们走。王学明，许曼到底在哪里？你不是已经叫他过来了吗？我警告你，你不要耍什么花样，要不然咱们谁都别想好过。行了，我知道了，他应该马上就到了吧？王教授，曼曼，我不是让你去医院生孩子了吗？你怎么在学校就生了？快，让我看看我们的孩子。许曼，这王教授都承认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啊？你就是许曼。好，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的脸皮有多厚，竟然恬不知耻的当小三！你一个小三还敢还手？在事情还没有查明之前，你能不能先不要发疯？你别骗了，知道吗？贱货，还敢不承认？好。周霞，你干什么呀？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不是你许曼？这是哪个系的混账学生？马上给我查！要不是看了直播，真以为是许曼同学道德败坏，竟然是陈思妍和王学明这两个败类搬弄是非，反了，反了！我们学校怎么能培养出这样一对不知礼义廉耻的败类？勾结许曼同学，简直是目无校规，无法无天！王雪，校长，马上给我联系西区足球场负责人，准备开启所有播放屏，举起全体师生看谁才是真正的恶人，还许曼同学一个交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这件事情要是处理不好，不能让许曼同学满意，我就处理你。都听明白了吧？是，韩总，去现场。曼曼，你可是全校公认的才女啊！我还一直把你当做学习的目标，可是你怎么能当小三勾引王教授，还用怀孕的事情威胁他帮你保研？你知不知道，这样不仅毁了你的一生，还毁了周姐的一生啊！我呸！什么狗屁才女呀！我看她就是个荡妇毒货。人王教授都答应推举她保研了，她竟然还偷偷的把孩子生下来。我看呢，她就是存心让王教授家破人亡的。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还挺硬气？那你倒是跟我解释解释，这聊天记录到底是怎么回事？聊天记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谁都可以创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账号，但是转账记录做不了假，因为有实名认证，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转账对象的名字是不是我许曼。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不是你许曼？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许曼，现在证据都摆在这儿了，就是你用小号勾引王学明教授，你还不赶快承认错误？会是我的名字呢？许曼，我知道你为了保研费了不少心思，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要不然我们跟云霞好好谈一谈，躲是躲不过去了啊。谈，好啊，在你谈之前，把你给他转的账还给我。我算过了，一共35万，那是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一个小三，没有资格跑！我的天哪，这还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许曼就骗了35万，这也太过分了吧！我说呀，这许曼最近怎么有钱，频繁的逛商场，又是买衣服，又是买项链，感情啊都是骗来的。之前呢还在厕所污蔑思妍，真是贼喊捉贼，不知廉耻。都闭嘴！我的东西都是靠我兼职打工赚来的钱，还有奖学金、贫困辅助金，我没有骗过任何人。曼曼，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说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吗？你要是缺钱的话，你可以找我这个姐妹帮忙啊，但是你不能用违法的手段去骗啊。当年那个从农村考上学的淳朴小姑娘，她到底去哪儿了？陈思妍，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明明就是你注册了微信账号。这怎么可能？那是你的实名信息啊！10个月前，你曾以为男朋友买演唱会门票为理由，借走了我的手机，扫了我的人脸。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盗用我的身份，注册了微信账号。妈妈，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呗。干嘛？过2天我想和男朋友去看演唱会，但是我想着给他一个惊喜，所以就想用你的手机号买张演唱会的门票。哎，好不好嘛，妈妈，借我吧，借我吧。行了，别晃了，拿去用，用完放火枕边，我继续睡了啊。妈妈，还差最后一步，帮忙扫下人脸。好了，谢谢妈妈，妈妈你最好了。什么演唱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许曼，你别以为故意抹黑他人、栽赃他人，你就能逃避责任。今天你必须得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是不是栽赃很好证明，他陈思妍用的是苹果手机，只能登录1个微信，他是不是清白的，查一下就知道了。随便查，我问心无愧。大家都看到了，陈思妍的手机没有任何问题。这怎么可能？他肯定是退出微信号，重新登录过。幸好我在回宿舍换衣服的路上重新登回了代号，否则还就真解释不清了。哼，许曼，跟我斗，你差太多了。许曼，你还有什么话？就是你勾引了我老公，破坏我的家庭，还骗走了我35万，现在马上立刻给我还钱！我没有骗过你们1分钱，凭什么还给你？你们应该找陈思妍要，是她联合你老公把大家都骗了。你还敢嘴硬？你别打，别打！云霞，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说好的吗？好好谈，不动手。再说了，许曼一个从农村考上来的学生，他不容易，也没什么钱，我求求你了，饶过他吧。包学明，你到现在还护着他，我才是你老婆。是，我们是11年的夫妻，可自从你查出来不孕之后，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天就着这个事情，我们离婚吧。什么？你要跟我离婚？包学明，你还是不是人？咱们夫妻感情10几年，我伺候了你10几年的生活起居，
难道我就比不过一个给你生孩子的小三吗？够了，周一霞，我不许你这么说许曼。好，你们等着，等着！周一霞，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哎，许曼，你快闭上你的狗嘴巴！你看你给周姐气的。许曼，你这个死皮赖脸的小三儿，怎么还有勇气活在这世上？怎么不去死啊？许曼，被所有人唾弃的滋味如何啊？就算你知道我和薛明的计划又怎样呢？今天你注定会身败名裂，而我会夺走你的保研资格，夺走你的一切。上一世你陈思妍就想借周云霞的手撞死我，这一世我可不会再惊慌失措被你拉住。阿梅小仙，陈思妍，你想让我死吗？你知不知道，你一旦这么做，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我不需要回头，因为只要你死了，所有的事情都会烟消云散，甚至我还可以利用你的死，帮助学明把周元霞那个黄脸婆送去牢底坐穿。给我下车！给我下车！你们都谁啊？凭什么拉我的车？都给我滚开！周一翔，你别乱来啊！这位就是我洛城大学的校董韩正宇先生。孙校长，这位就是你们的校董。好，来的正好。韩校董，这位你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被你连续3届被评为优秀级教授的王学明，而这位更是名誉全校的高材生，品学兼优。结果呢，这2个道貌岸然的败类搞在了一起，还有了孩子。韩校董，你们学校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真相你都没搞清楚，你想要什么说法？我怎么不知道真相啊？在场的哪一位不知道真相呢？韩校董、校长，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个许曼呢，他不仅当小三破坏人家庭，他还骗了周姐35万呢，甚至为了保研名额，拿孩子威胁王学明教授。这种人呢，他败坏了我校的风气，就应该送进去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校董、校长，我是许曼的舍友陈思妍，我亲眼看到许曼在厕所里生了孩子，周姐和同学们说的也确有其事，我可以为周姐作证。你给我闭嘴！校董，我王学明有负学校栽培，甘愿接受任何惩罚，只求别牵扯到我跟许曼的孩子。你放心，少不了你的处罚。周女士，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相吗？什么意思？你不信？当然不信，因为这才是真相。校董跟校领导们来了，终于可以惩治陈思妍这个恶毒女人了。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这是你栽赃陷害我的证据。从你在厕所生完孩子的那一刻起，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虚伪，你想利用周云霞撞死我的狠毒心思，就已经被全网观众看在眼里了。直播？我被陈思妍骗了？不是吧？我们真冤枉许曼了？这不可能吧？这怎么没有可能呢？事实就摆在眼前，你们还都做梦呢。尤其是你苏玉芳，作为一个辅导员，你让人家耍得团团转，你脑子呢？校董，我还有你们，一个个的听风就是雨，一点主观判断力都没有吗？侮辱、欺压许曼同学，这是作为一个学生该有的品德吗？你们老师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对不起，校董，我们知道错了。晚了，我宣布开除辅导员苏玉芳，还有你们这些学生，每一个人都要给我扣除学分，记大过一次。
陈思妍、王学明，还有那个帮凶于瑶。徐曼同学，你说吧，该怎么处罚他们？我们全校领导全力支持你。他们想让我失去一切，那我就让他们一无所有。校董，我申请走法律程序，让他们坐牢赎罪。陈思妍、王学明，你们侵犯了许曼同学的肖像权、名誉权，而且还危害到他的人身安全。还有那个帮凶于瑶，你们都要付出代价。许曼同学，你放心，我会给你联系一位最好的律师，给你一个满意的说法。周云霞，你现在知道真相了吧？贱人！你毁了我的前半生还不够，还差点让我撞死许曼，还要毁了我的后半生。你真是心思歹毒啊你！许曼这个婊子，竟然敢直播，怎么能这么做？怎么办？我才25岁，我不能坐牢。对了，许曼直播的时候，我已经生完了孩子，没有人看到这个孩子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只要我咬死这一点，或许还有转机。够了，周云霞，你上当了！想毁了你的人一直是他许曼，是他故意激怒你对我动手，好让你进去坐牢，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的跟王学明结婚逍遥了。这陈思妍在干什么？他疯了吗？都这时候了还嘴硬。陈思妍，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么继续栽赃的话，你的罪名可就更大了。你现在应该做的，应该是积极承认错误，求许曼同学能够原谅你，不然的话，谁也帮不了。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呀！好，我就问一句，你们有谁看到孩子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了？就算没人看到你生孩子，你也当着全网观众承认了你勾引王学明，承认了你就是孩子的妈妈。不可能，这种没有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承认呢？怎么没有呢？我可是亲眼看到了许曼同学全程的直播，就是你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躲进了厕所，还有你和王学明暧昧的聊天记录，你也亲口承认了。许曼同学的照片是被你拿着去骗钱的，这些都是铁证。校长，你在说什么呀？什么聊天记录？我手机里根本就没有啊！刚刚同学们都亲眼所见，他们可以为我证明。校董、校长，这点我可以作证。你给我闭嘴！你能做什么证啊？我们在直播看到的难道是假的不成？怎么不可能是假的？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换脸换声音都可以以假乱真，没准你们直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他许曼用 AI 制作的。陈思妍，你还真会编故事，连 AI 换脸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觉得大家会信吗？为什么不信？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把孩子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丢在厕所，所以我才叫的辅导员和同学们过来劝你。我自认为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我问心无愧。你要是真问心无愧的话，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大家好好查查你的微信登录痕迹，而不是像刚刚那样着急把手机抢回去。绝不能交出手机，否则这就暴露一切了。我可以让大家检查我的手机，但是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还说微信账号在你的手机里呢，你敢让大家查查吗？随便查。周姐，你是受害人，你来查吧。你可以给那个微信号打一个视频通话，我们两个谁的手机有反应，那就是证明谁在说谎。许曼的手机响了。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陈思妍是被冤枉的，许曼是他说谎骗人，这是假的，这不可能。喂，这怎么回事啊？小领导们，这回你们看清了吧？就像陈思妍说的那样，许曼的直播内容都是 AI 制作出来陷害的，她才是孩子的妈妈。许曼，这怎么解释啊？这是假的。为什么我跟你聊天的微信会出现在许曼的手机里啊？因为我偷偷在他的手机里安装了隐藏登录微信账号的软件，平时我用我的手机登录账号跟你聊天，他那边手机里的微信账号就会处于隐身未登录的状态。
但只要我这边一退出去，但凡是有人给他打语音或者是视频通话，他那边隐藏的微信账号就会自动弹出来。我说你怎么敢点到校领导？原来你还留了一手，真有你的！你别光只顾着笑，你要是不想这一辈子都待在牢里，不想失去一切的话，你就必须要把许曼才是小三，许曼才是孩子妈妈的事情给做实了，明白吗？我明白，放心，许曼这个替死鬼，他打定了。周姐，肖领导，之前你们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了吧？如果我真的是孩子的妈妈，那为什么和王教授聊天的微信号会出现在他许曼的手机里？这根本就说不通嘛！不，说得通，你肯定对我的手机做了手脚。曼曼，你可以为了保研名额，抛弃你我之间的姐妹感情，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甚至弄一场虚假的直播，把大家都骗得团团转。可是我不一样，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我陈思妍她做不来。你可以随便栽赃我，但只要你拿出证据，我就会承认这一切，我替你背锅。陈思妍，你还真会装无辜，但真相可不是你装无辜就能扭转。你说你没有生过孩子，那咱们去找几个女老师脱裤自证，生没生过孩子一眼就能看出来。许曼，你少在那胡搅蛮缠，我看你就是想把陈思妍带走，私底下威胁她替你背锅。你不是想要脱裤自证吗？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替许曼先脱。不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脱裤自证？就凭我是受害者，我想让谁就得脱。怎么，你许曼怕了？你先不要着急下结论。我们全校的领导可是全程都看了许曼同学的直播，我不相信许曼同学能提前准备好 AI 换脸，反倒是这个陈思妍，她的证明可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该脱裤自证的是她。肖总，这证据都确凿了，你这还相信许曼？刚才视频通话你也看见了，这还不够证明陈思妍是被冤枉的吗？你还逼他脱裤子，这有点有失公正。肖总，您不知道现在 AI 技术到底有多发达，换脸换声音其实很简单。许曼他就是利用了你们年纪大，不怎么接触网络，才在这栽赃陷害。肖领导们，你们可千万不要上当了，都住口！谁在颠倒黑白，我们心里清楚。陈思妍，你为了抢许曼的保研名额，伪造微信，又弄什么 AI 来混淆视听，你真是处心积虑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弄出什么花招来栽赃许曼同学，就算别人相信，我们这些校领导也不信。校头、校长，你们，许曼，你非要仗着校领导们给你撑腰，当众批我脱裤子，让我失去清白，你才能放过我吗？好，既然这样，我脱。陈森同学，你不需要这样做，孩子不是你的，不需要脱裤自证。对，要证明也该是他许曼证明，不应该是你。校领导们不相信你，我和同学们相信你。谢谢辅导员，谢谢同学们的信任。陈思妍，就凭你刚刚毫无犹豫的揭开裙子，我就相信你是清白。许曼，现在该轮到你。脱！我说了，我不是孩子的妈妈，不需要脱裤自证。我也说了，我是受害者，我今天必须把你的裤子脱掉，让所有人看看你恶心的嘴脸。周一霞，你冷静一点。还有同学们，难道你们没有发现陈思妍一直在装可怜、博同情来躲避自证吗？不过没关系，她不主动承认，也改变不了她做过的事实。我要求立刻去医院做亲子鉴定，看看谁在说谎。什么？你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我问心无愧。听说您就是洛城大学的校董韩正宇韩先生是吧？贵校的才女许曼为了保研名额勾引教授骗钱生孩子，不知道这件事情您怎么看？许曼同学，我看了你的直播，从你和王学明的聊天记录到最后你接通了视频电话，都在证明你才是孩子的妈妈，你才是出轨的小三。可你竟把这种丑闻栽赃到舍友陈思妍的头上，我请问你的良心不会感到不安吗？妍妍，妈，你怎么来了？我在网上看到了新闻报道，知道你受了委屈，妈替你撑腰。她就是许曼吧？就你欺负我女儿，老娘今儿打死
好了，你女儿是不是被冤枉的？你说了不算，还有你们这些记者，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请你们不要夸大事实，捕风捉影的报道。现在都给我让开，让他们去做 DNA 亲子鉴定。我看你们还能骗到什么时候？我坚信谎言终有被戳破的时候，希望大家耐心等待鉴定结果。不管谁是孩子的母亲，我都要把他告上法庭，让他付出代价。哎呀，你没事吧？妈，我头有点晕。那快出来休息休息。哎呀，告诉你们，我女儿从小就贫血，你们非得逼着她抽血，做什么亲子鉴定？我女儿有个好歹，我跟你们拼了！妈，你别再说了，我害怕。怕什么？有这么多媒体和记者在，我就不相信。我们清清白白的，他们就能说成是黑的。好了，妈，我求求你了，别再说了，我想回家，我的头真的好晕。陈思妍，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就着急走，知道骗不下去了，想跑啊？妈妈，我只是头晕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为什么要对我冷嘲热讽的？你是知道我贫血的呀？继续装，我装什么了呀，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冷漠的语气真的让我很伤心。我们在一起住了4年，是姐妹，不是仇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针对我了，行吗？你要是真把我当姐妹的话，就不会以我的名义去勾引王学明，做出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你现在知道怕了，知道提感情让我心软，放过你了，晚了，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陈思妍这么着急想走，难道说谎的人是他？有道理。哎，你看他这明显就是慌了。哎，咱们大家赶紧把路堵上，别让他给跑了啊！你们都给我闭嘴！现在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呢，你们叫什么叫？还有你，就你张嘴了！我告诉你，你再冤枉我女儿一句，把嘴给撕烂了！我院对许曼、陈思妍、王学明以及新生婴儿的 DNA 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郑主任，你这个鉴定单能先给我看看吗？我想确保一下这个结果的真实性。郑主任，孩子到底是谁的？是不是许曼的？妈妈，在鉴定结果被公布之前，我想问你，我们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吗？我们能不能给彼此一个机会？我真的不想跟你成为仇人啊！你没机会了。安静，都安静！这里是医院，请大家安静。你们都先别说话了，让郑主任宣布这个亲子鉴定的结果吧。经血样鉴定，王学明跟新生婴儿的 DNA 相似度为99.99%，确认为父子关系。郑主任，公布吧。我想大家也没心情看陈思妍的表演了，她就是孩子的妈妈吧？鉴定结果显示，新生婴儿跟许曼的 DNA 相似度为99.99%，确认为母子关系。你说什么？这还真的是许曼？我就知道我女儿是被冤枉的，你才是真正的小三儿。许曼，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刚刚着急离开是因为不想看到你被当众揭穿谎言。我们毕竟做了4年的姐妹，我不想看你下不来台啊。可是，妈妈，回头吧，我们从头再来，好吗？妹妹，这鉴定结果都已经出来了，你就承认是孩子的母亲吧。你放心，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我会亲口告诉他，虽然他的母亲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会主动承认。这 DNA 检测有问题，我怀疑他收了陈思妍的好处，在我和陈思妍的血案上做了手脚。你血口喷人，
够了，许曼，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会因为你这么一个品德败坏、没有道德底线的母亲而自卑的抬不起来头啊？你到底还要冤枉多少无辜的人才肯收手？无辜？我亲眼看到陈思妍往采水的窗口塞了一个类似信封的东西。当我仔细看的时候，他神色慌张，这怎么解释？我从来就没有收过什么信封，伸进来的不过是陈思妍同学的胳膊。许曼同学，如果你眼睛有问题，左转去看眼科，不要在这胡说八道。曼曼，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嘛。你别给我装！我之所以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是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这张亲子鉴定单上的血型是 A 型，是你陈思妍的血型，这不是调换了血样，还能是什么？笑话！你骗了我们不止1次2次了，谁还会相信你的鬼话？我相信许曼。韩总，这亲子鉴定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这社会舆论肯定会倒向陈思妍一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适合急于表态，否则这是把学校往火坑里推呀。那你的意思是要我昧着良心说谎话吗？那直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分明是陈思妍在陷害许曼呢。韩董，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郑主任，我有权对我的声誉清白向医院提出查看监控的合理条件，麻烦你带我去监控室吧。跟我来吧。提取摄像室7小时内的监控视频。好的，郑主任。找到了，快点开！这怎么回事啊？这继续播放，点呀！哎呀，你是不是也收了陈思妍的好处，把摄像室的监控视频给损坏了？我没有啊，这监控经常受损，这个月已经发生4、5次了，我冤枉啊，郑主任。我可以作证，这监控室的设备确实有很多老化的地方，损坏视频啊并不稀奇。许曼同学，请你冷静。那为什么会那么巧？偏偏需要是1个小时内的视频被损坏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曼曼，郑主任已经解释的够清楚了，你就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我保证，不追究你污蔑我清白的责任还不行吗？韩总，校长，这回你们该相信陈思妍同学了吧？你们之前看到的直播都是假的，是许曼为了陷害陈同学弄出来的 AI 换脸。韩总，这一切的条件都在指向许曼在说谎，这你看是不是当着广大媒体的面发个声明，阻止事态的扩大？许曼，你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还证明个屁呀！你们学校想干什么？想包庇这个小三儿吗？难道我重活一世，还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吗？王教授，你怎么来了？最近天有点热，我来提醒你多穿点。我昨天送你的丝袜可是家长不拿，你怎么没穿啊？王教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请你自重。给你点面子。今晚10点，京城酒店，不见不散。陈思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王学明在10个月之前第一次开房是在青城酒店。你要是真的问心无愧的话，就跟我去酒店的登记本上看看身份证信息，到底是我的还是你陈思妍的？够了，许曼，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本来就不光彩，你一次又一次胡闹，引起广大媒体的注意，还嫌不够丢人吗？到此为止吧，小求你了。我本来就是清白的，凭什么到此为止？好了，曼曼，你不要再这么自私了。就因为你的胡闹，咱们学校已经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了。难道你想这些被你诬陷的校领导们，都因为你失去工作，你才肯回头吗？韩总，
你别再坚持了。陈思妍同学说的对呀，这社会舆论影响太大了，我们这学校承受不住了。许曼，韩董，请相信我。周云霞，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要是想拿回那35万的话，就跟我走一趟，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该找谁拿回这笔钱。好啊，那就去酒店，我倒要看看你们俩谁才是恬不知耻的小三。前台，你现在跟我说你前台，你看看你来这多久了？你好，我是洛城大学校董韩正宇，想请贵酒店帮忙查询一下10个月前的王学明的开房记录，事关我校的声誉，还有我们许多学生的名誉和清白，请你帮帮忙。如果说你做不了主的话，可以联系你们酒店的经理或者是负责人。你好，我是青春酒店的经理，今天刚好过来视察工作。刚刚您说的我已经了解到了，只是事关客人的信息，恐怕……经理你好，他就是王学明，他同意本人申请。啊，那就好办了，我亲自去查。找到了，这个就是王学明先生10个月之前入住我们酒店的个人信息。这不可能！亲子鉴定的结果是你，酒店开房的信息也是你，徐妈，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这不可能是我的信息，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假的！哎，这位同学，你先别激动，我们酒店合法合规，不可能对客人的登录信息造假，话可不能乱说。而且我们还有监控视频。监控，有监控，看看到底是谁。看吧，这个就是10个月之前的视频监控。今天把我给你买的新丝袜都穿上了，怎么样，舒服吗？哎呀，你先别着急嘛。想跟我做那件事的话，你要先把这个带上。王学明，平时看你衣冠楚楚就像个人，背地里你玩的这么坏，我真想抓给你！哟哟哟，许曼呐，你看你穿成了这样啊，生怕别人认出来你啊！这偷男人是不是？还说自己不是小三儿，哎呀呀呀！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我没有这样的衣服。爸爸，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我终于得到你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喊我的名字？妈妈，因为那里面就是你啊！我不叫你的名字，叫谁的名字？不是我，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宝贝儿，我开始吧。等等嘛，你先别急啊，我们第一次开房，能不能在那件事开始之前有点仪式感？你要跟我十分清晰啊！来嘛，先把这个戴上。妈妈，真是没有想到啊！平时你在学校那么清纯，这背地里却玩的这么浪。来，我帮你戴。哦。陈思妍，怎么是你啊？为什么不能是我？我约的是许曼，事儿都办完了，还想着许曼呢？怎么，不想对我负责？如果你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我就告你强奸，把这件事
闹到你老婆那儿去。是不是建了一个跟许曼一模一样的微信？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骗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人都是你的了，你还怕什么呢？我可是听说你家的那位黄脸婆没有生育，但我不一样啊，我比周云霞年轻，身体也没有问题。只要接下来你按照我说的去办，我就给你生孩子。曼曼，你让我做亲子鉴定，我抽血了。你说要查雪阳市的监控，我让你查了。你又说要查酒店的开房记录，现在我也来了。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继续任性下去了呀？幸好我跟王学明第一次见面是准备齐全，偷了你的身份证开房，前台酒店也没仔细看，在跟王学明办事的时候还给他戴上了眼罩，他才没认出我叫着你的名字。许曼啊许曼，你不来酒店还好，来了就是自取其辱。许曼，你看陈思妍同学多为你着想啊，一次一次的包容你，忍让你，就连校领导也一直选择相信你。可你呢，无理取闹，东拉西扯，你怎么对得起他们对你的信任呢？你闭嘴！该闭嘴的是你，我不需要经历任何狡辩。你把欠我的钱还给我，还给我！我没有骗你的钱。你还不承认是吧？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妍妍，今天往后啊，你可得给妈记住了，不是每个人呐都像你这么善良。你还跟我说，这个许曼呐，好不容易啊从农村考过来的，你说他心地淳朴，到如今，他就是一个没有教养的白眼狼，简直给农村人丢尽了脸。何止是丢尽农村人的脸，我看他肚子里的知识都学到狗身上去了。亏我还在校领导面前多次夸奖你许曼品学兼优，你就是这么回报我对你的信任，回报学校对你的栽培，你简直就是个罪人，把我学校100年的声誉全都给败光了。干什么，许曼？你想毁掉证据吧？大家听我说，谁收着这些钱，就证明跟王学明聊天的微信是谁在操控，就证明谁是孩子的妈妈。而我可以证明，我许曼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些钱。笑话！现在微信都是实名制，绑定银行卡也需要实名绑定。这个微信就是你的，不是你收的钱，还是谁收的钱？问题就出在这儿，这张尾号8238的银行卡我早就丢了，那为什么还能收到钱呢？所以真相只有一个。什么？这张银行卡根本就没有丢，而是被他陈思妍偷去绑定了银行卡，钱就是他偷的。我就知道你会赖上陈思妍，现在大家谁还会信你的鬼话？没有了你的实名信息，谁能绑定你的银行卡？我说过，跟王学明聊天的微信号是他陈思妍骗走了我的身份手机号注册的，那他再绑定我的银行卡也不奇怪。曼曼，你就是一直欺负我性子软，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污蔑我，冤枉我。我就不明白了，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你这么恨我？你说出来好不好？我改，我认错还不行吗？陈思妍，你在我面前演戏没有用，我敢肯定，那张卡就在你手上。妍妍，你看到我新办的银行卡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怎么找不到了呢？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忘了放哪儿了？我这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你呀，为了这考研没日没夜的学习，压力这么大，这点小事忘了也正常。不过你只要没忘了密码就行，要不然就算你找到卡了，还得去银行跑一趟改密码。放心吧，我所有的密码、银行卡、手机啊，都是我的生日，不会忘的。那要不要我帮你找找？
算了，丢了就丢了，反正里面也没有钱。妈妈，我都说了，凯不在我的身上，你到底还想我怎么样啊？简单啊，让我搜一搜。许曼，我忍你好久了，来，你搜人，把你那狗爪子给你掰折了。我让他搜，需不需要？我把衣服都脱掉了。你装什么？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带在身上？我要回宿舍搜。许曼，你还想耍什么把戏？别以为像个疯狗乱咬人，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今天说什么都不行，你必须还钱。只有找到那张银行卡，你才能拿到钱。找，让他找。今天他要是找不到，我们大家都能给陈思妍同学作证，帮陈思妍打官司，给他送进去，让他蹲一辈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宿舍，看看我跟陈思妍谁能进去蹲一辈子。好，回宿舍。大家都别动，我要亲自搜，免得有人趁乱睁眼真相。你们这些领导在干什么？任凭许曼在这发疯，折腾我女儿。说话，说话！今天你们不给我女儿个公道，我会把你们学校告上法庭。许曼，停手吧，这件事情到此为止。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韩总，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这件事情不查出个真相，谁都别想结束。陈思妍，你不是说你没生过孩子吗？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妈妈，你疯了！你怎么能把这个拿出来？快给我！陈思妍，看你这下怎么演？难道我真的被骗了？陈思妍才是小三。许曼，这上面分明写的是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产检报告，你别在这玩这些恶心人的花样，承认吧，你才是我们孩子的妈妈。什么？什么？哎呀妈，妍呐，吓我一跳！刚才你那么激动，我还以为……我刚刚不是想替妈妈遮掩一下吗？谁知道她一心就想着栽赃我呀！这不可能，这就是你的产检报告，肯定是你换的名字。许曼，你骗了我蜜炫，还没骗够！你就是小三，我的钱也在你那儿。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当小三儿破坏人家庭，骗感情骗钱，还大学生呢。徐曼，你看看有哪个大学生像你一样不知廉耻？我要是你，都没脸活在这世上。我们各大媒体啊，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如实的报道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洛城大学啊，出了许曼这么一个败类。记者同志，我们也是被许曼骗了，没想到他人面兽心。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一定给全体师生一个交代。韩总、校长，你们也表个态呀！陈思妍同学说的对，许曼为了保研名额，特意用 AI 弄了一个假的直播，来迷惑我们校领导，来诬陷陈思妍同学。为此，我为我之前坚持相信许曼的想法，给所有人，给陈思妍同学道歉。许曼，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给陈思妍、给全校师生、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呢？校长，校长，不是这样的，不是什么不是？你个贱货，毁了我的幸福，毁了我的一生！你去死！去死！等等！等等什么等等？我告诉你，现在没有任何人在帮你。我找到了，银行卡就在这儿，你们看，你们快看呀！他疯了吧？这哪有什么银行卡？陈思妍，我的银行卡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短裤的兜里？回答我！我想，使劲想，我看看你还能编出什么样的理由来欺骗大家。我骗什么了？我又没拿你的银行卡，我怎么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兜里？除非什么？除非
他刚刚在跟周姐撕扯的时候，陈乱偷偷放在了我的兜里，然后突然拿出来，就想让我难看。对，一定是我女儿从小知书达理，从未偷过别人的东西，就是你故意栽赃陷害。像陈思妍说的那样，也不是不可能。校董、校长，你们也这么想吗？你们两个的话，我现在谁的都不会轻易相信。许曼，你还有别的证据证明是陈思妍拿了你的银行卡吗？陈思妍，这是你的衣柜吧？是啊，怎么了？那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你偷了我的银行卡，以我的名义去勾引王学明，骗了周云霞的35万，凭你的家庭条件，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些名贵的东西呢？天哪，这是香奈儿的包，夏季上新款，官网要卖2万多呢。还有这个是爱马仕刚刚发布的新款皮鞋，官网上也要卖1万多，太离谱了吧！这么多巴黎世家的丝袜，还有这些GUCCI的香水和口红，好家伙，这一柜子有多少钱呢？至少得35万吧，是不是啊，陈思妍？我的钱，这些都是我的钱，就这样被你败光了，你还给我！干什么？我没有买这些东西，我长这么大，我都不认识这些奢侈品的牌子。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在你的衣柜里？因为这些都是你许曼提前放到我柜子里的，还有这张银行卡都是你提前安排好的，就是为了栽赃我。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说我陷害你？你觉得大家会信吗？我信，我的女儿什么样，我清楚。我女儿从小到大从来没发过过。姑娘，你说，妈替你撑腰，我看谁敢冤枉她。曼曼，你说我偷了你的银行卡，骗了周姐的钱，买了这些奢侈品是吗？那好，我问你，既然我做了这么没有道德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明目张胆的把它们放到衣柜里？难道我就不怕别人发现吗？谁没事会翻你的衣柜啊？这是你的隐私。那你刚刚做了什么？难道不是当了大家的面，打开了我的隐私吗？你这是在扭曲事实。曼曼，你好好回忆回忆，从你污蔑我是小三开始，再到医院去做 DNA 亲子鉴定，去京城酒店查开房记录，最后回到宿舍找到了你的产检记录，哪一件事不是在证明你才是孩子的妈妈？结果你一再狡辩，你让大家说说，我们两个到底是谁在歪曲事实？许曼，你不要站在那里装哑巴，回答我，我们两个到底是谁在歪曲事实？陈思妍，你还真会倒打一耙，怪不得你能牢牢拴住王学明，怪不得你能骗走周云霞的35万。你放屁！妍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的，是你栽赃，是你倒打一耙。许曼，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就这满柜子的奢侈品，哪一样你没有拍照片给我看过？哪一件你没有问过我好不好看？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死不承认呢？许曼，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可是学校的骄傲，天之骄女啊！别的不说，单凭你那篇名震全国、撼动了各大科技集团的科技论文，就足够让你保研了，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了。可是，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些虚浮的东西，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去骗别人的血汗钱？这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呀！徐曼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可能心性不足，难免会受到虚荣心的支配。只是可惜了，你这一时的虚荣攀比心，断送了你的前程。即便是你写出了惊世的科技论文，那也无济于事啊。断送了前程好啊！像许曼这种骗钱当小三儿，然后未婚先孕，自知保研不稳，就威胁王学明保守秘密，把一切都栽赃给陈思妍的学生。
如果真让他保研，对学校、对社会都是一种祸害。许曼的那篇论文，你们说够了吗？曼曼，你别怪校领导们说话直，他们也是为你好，也是在替你惋惜。听话，快承认这一切吧，我会替你求情，尽可能的减少罪行的。承认，我许曼虽然是农村人，但我做人做事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我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惋惜，因为我没罪。曼曼，机会难得，你要争取宽大处理啊。到底是谁需要宽大处理？陈思妍，咱们查一查这张卡的流水就知道了。没必要，你许曼查这个查那个，查到最后不是还是查到了自己的身上？对，查个屁！就应该把这个不要脸的抓起来送进监狱。到那个时候，看你嘴硬不硬。先别着急给我定罪，只要去银行拉出账单，就能查出每笔消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能查出这些奢侈品到底是谁买的，钱是谁收的。陈思妍，你敢吗？查，必须查！我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给全校师生、给社会舆论一个明确的交代。银行卡的流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陈思妍，你有意见吗？我当然没意见，只是那就别废话了，走。你好，请帮我打印一下这张卡近1年的流水账单。好的，请稍等，请输入下您的银行卡密码。你来还是我来？我又不知道你的银行卡密码，当然是由你来输入了，不我为什么？对呀，我们家妍妍都不知道密码，怎么可能出去消费呀？哼，我看呐，又被他给耍了。也不白跑，毕竟是给许曼定罪。这银行卡账单啊是重要的一环，他现在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打印罪证，我们就当看小丑表演了。你好，您尾号8238的银行卡流水账单已经打印完毕了。知道我为什么要打印银行流水账单吗？我说过了，我的银行卡早在10个月前就丢了。哦，不对，是你陈思妍偷的。所以这上面的所有消费记录都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的罪证，而是陈思妍的犯罪记录。许曼，你是真当我们是傻的吗？就凭你几句话，就想把消费记录栽赃到陈思妍身上了？去年的8月3号下午3点45分，苏辅导员，这个时间点你正在主持一场大型的公开课吧？你原本想要陈思妍来回答问题，可是她请假了，没来回答。是我回答的，你应该还记得吧？今年的3月15号下午2点25分，是王教授的重点课程。好巧不巧的是，陈思妍又请假了，而我一直在课堂上。我想，王教授的记性应该不会差到自己半年来的唯一课程都忘记吧？所以我想问，一直在课堂上的我，难道会分身术去店里刷卡买衣服吗？陈思妍，对此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解释？解释什么？我有什么好解释的？难道我请假还请出错了吗？谁能保证一辈子都不请假呀？我没让你解释请假的事情，我指的是消费记录，都是你拿我的卡去刷的吧？许曼，我真的要生气了！我一直拿你当姐妹，结果你却一次又一次的想害我进去坐牢。难道你以为我陈思妍就是可以任由你栽赃陷害的吗？怎么骗不下去，又开始装可怜了？谁装啊，等等，我想起来了，3月15号那天的课程，陈思妍同学确实是请了假，但是许曼，你点完名字之后就从后门偷偷溜走了。我当时以为你有什么着急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叫你。现在想想，恐怕这一切都是你早就计划好的吧？什么计划？你快说啊！就是他许曼故意在课堂上露一面，制造唯一在场的证据，然后又偷偷跑出去刷卡消费。一旦他东窗事发，就可以把银行卡流水账单为借口，把这一切都栽赃在陈思妍同学的头上。
我是真没有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心机啊！那天我记得他回答完我的问题，没多久就离开了我的课堂。原来是给我们打了个时间差，其实是去店里刷卡消费，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呀。有意思，王教授跟辅导员配合的还挺默契。你们不会以为在这笔账单上，我只有2条人在课堂、银行卡在店里的消费记录吧？我只是不想找，随随便便的话就能翻出来10几条。不过无所谓了，不用这么忙。这有1条3个月前的取款记录，正好就是在这家银行的 ATM 机上。咱们直接简单一点，去查监控，看看到底是谁拿这张卡。赶快去查，我现在1分钟都等不了。我这就去请银行经理，事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陈思妍，你之前一直说照顾我的感受，想让我主动承认一切，那今天我也来照顾你的感受。在监控还没调取之前，你开直播，当着全网观众的面向我道歉，并主动承认一切。我兴许还能在你进去之前帮你拎下包，怎么样？我是不是心很善呀？贱人，给我闭嘴！该进去的是你，不是我们家妍妍。吵什么吵？人家冯经理愿意帮咱们查看监控，你们还在这块大吵大闹，能不能尊重人家一点？没事儿，韩校董，那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去监控室？就现在吧，麻烦冯经理了。好，那大家跟我来吧。怎么腿软了？我来扶你。我就说不是我们家妍妍吧？啊！别高兴得太早，这才刚刚开始。你抓他干什么？我走！我不抓紧点儿，待会儿他畏罪潜逃了怎么办？你放屁！都给我闭嘴！马上就要查到取款记录的时间了。有人出现了啊！求求了，不要查到，千万不要查到！许曼，还说不是你？你和王学明去青城酒店开房的时候，你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我说什么来着？许曼就是小丑，从拉银行卡账单到调监控，他这就是自己爆自己呀。最后坐实了，许曼就是警察。许曼，我们这么多人已经给你太多次的机会了，我们可没有时间在这块跟你东拉西扯的。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学校开大会，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对陈思妍道歉。别急，视频还没有结束呢。冯总，麻烦你把视频放大10倍。放大100倍也是你，是吗？睁大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这是谁？天哪，是陈思妍！假的，肯定是假的，不是我们家妍，不是我们家妍妍。你的意思是银行的监控视频造假是吗？韩校董，监控视频我已经帮忙查看了，希望不要因为贵校的事影响牵连到我行的声誉。冯经理，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啊。陈思妍，怎么回事？你给我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了啊！陈思妍，我劝你不要再骗人了。视频中的这张脸和这件衣服已经说明了一切，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老实交代。是，我承认监控视频里的人就是我。可是妈妈，这件衣服不是我从你那儿借的吗？因为是名牌，我从来没穿过，所以就想着体验一次。而且这天不是你有事托我替你取钱，不能解释都不解释，就把所有事情都污蔑到我身上了。大家看到没有啊？陈思妍同学是被冤枉的。陈思妍，你是真不老实啊！到现在了还在编故事。谁在编故事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是吗？那刚刚在打印银行流水账单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不知道这张卡的秘密呢？回答我！知道吗，陈思妍？谎言就像是一个气泡，一旦开始，就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填充这个气泡。你以为它很牢固，实际上它连最轻微的触碰都承受不住。当它足够大的时候，
真相终将使他破碎。滚！你们都滚！该滚的是你们，有其女必有其母。他一个小三，满嘴好话，当妈的也好不了哪去。你们全都是骗子！我让你们王学明，还有你，我的青春，我的一切都给了你，你竟然婚内出轨，你对得起我的父母吗？云香，别打了，这一切都是陈思妍的错，是她勾引了我，我也是个受害者呀。王学明，你当着全体媒体记者的面，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是陈思妍，她创建了一个跟许曼一模一样的微信来勾引我，我没有经得住诱惑，跟她开了房。但是开房那天，她给我戴了眼罩，我第一时间不知道陈思妍冒充了许曼。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在青城酒店的有声监控里，你喊的是我许曼的名字。接着说呀。后来她就管我要钱，否则的话，她就要把我们俩上床的事情告诉我老婆云霞。你别叫我的名字，我恶心。云霞，我有罪，我坦白。小董，我也是被迫的。陈思妍还要我配合他演戏，造假微信聊天记录，他想让许曼身败名裂，失去保研名额，夺走他的一切。陈思妍，你好可怕的心机和手段啊！你为了一己私欲，差点毁了许曼的名声不说，也差点毁了学校的真爱，还把我们这些人耍得都团团转。我这个当校董的，惭愧啊！许曼同学，是我们错怪你了，对不起，我们冤枉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校董、校长，你们也是被蒙在鼓里，这不是你们的错。而且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的，只要最后真相大白就够了。陈思妍，你看看人家许曼的为人，你再看看你，不觉得无地自容吗？他要是有羞耻心的话，还会去当小三吗？不要让这个不要脸的小三付出代价。别把他送进去！我愿意给你钱，你被骗了35万，我愿意赔偿你40万，好不好？我求你了，再给我女儿一次机会吧。那是我的钱，你还我是应该的。许曼同学，我求你了，跟我女儿说2句话吧。一切的错都怪我，是我没教育好妍妍。你要算账，你就算在我的头上吧。我只求你给我女儿说2句好话吧。她才25岁呀，她这么年轻啊，你不能毁了她呀。我给你磕头，我给你，哎，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如果磕头有用的话，还要法律做什么？你身为陈思妍的母亲，只顾着护着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的替我想一想呢？如果真的将你女儿陷害成功的话，那我就该受无妄之灾吗？你什么意思？你又想让我女儿死吗？你们大家就不能原谅我女儿吗？啊！够了，是非对错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这件事情，作为洛城大学的校董，我必须要给许曼一个交代，陈思妍也必须要付出代价。再怎么闹，是改变不了结局的。校董说的对，都是因为你女儿，才让我洛城大学在全网被人耻笑。她更是胆大，差点毁了能写出经世论文的许曼同学。这是要我校乃至大夏整个学术界损失一个天才，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对，论文不能放过。校董、校长，如果你们真的把我送进去，那才是学校，是大夏的损失。因为他许曼那篇惊动国内各大科研公司的论文是我写的。什么？是他抄袭了我的论文，夺走了我用无数个日夜用命拼出来的一切。难道我不能反击，只能任由他继续欺骗下去吗？我去，居然还有瓜吃，还是惊天大瓜！我可是清楚的记得许曼那篇划时代人工智能的论文一经发布就震惊全国呀，让无数顶尖科研人才都赞不绝口。这可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是啊，各大科技公司还扬言这篇论文是引领全球科技领域的契机。这要不是许曼写的，那后果简直不敢想。他怕是要牢底坐穿啊！陈思妍，
你说我抄袭你，你有让我抄袭的那个实力吗？许曼，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高调。我自认为学习不比你差，只不过没有你这么爱显摆而已。校董，各位校联网，在你们看来，我是为了取代许曼的保研名额，所以才陷害了她。可谁又能想到，这个保研名额本来就是我的，是他夺走了我的一切。陈思妍，你要是栽赃许曼抄袭你的论文的话，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那可就不是进去蹲几年那么简单了，可能是一辈子。我正是因为知道结果，所以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宣扬出去。各大科技公司已经跟咱们学校签了研发合约，所以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提出许曼抄袭的话，那一定会影响我们学校的荣誉和前程。我只好设计这一切，就是想在没有惊动各大公司的情况下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这么做也是在为学校考虑啊。继续编，我还没听够呢。许曼，你敢跟我回宿舍吗？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揭穿你的真实面目。陈思妍，你可得想好了，各大集团已经整合了上千名顶尖人才，成立了科研组，前期筹备了上百亿资金已经到位。你现在说我抄袭，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到最后可真的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妍妍，妈，你放心，我不需要任何人救我，因为这篇论文就是我写的。好，既然你自寻死路，那我就成全你。走，现在回宿舍，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拿什么证明。什么意思？你们都走了，我的事情怎么办？没人给我说法吗？钟女士，你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学校的生死，也关系到整个大厦的荣誉。你放心，论文的归属确定了之后，我们学校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死黄面婆，等我夺了论文的著作权，有各大集团撑腰后，我非得把你跟许曼这个贱人都送进去。这陈思妍到底怎么回事？论文真的是他写的？不管了，不管是不是他写的，只要能扳倒许曼，我就还有自由的机会。你们看，这就是论文原稿，这上面有我的水印。陈思妍，你以为把我的论文复制粘贴在你的电脑上，再加上你的水印，就能证明你是论文的原作者了吗？你也太搞笑了。这的确算不上什么有力的证明。陈思妍，你还有其他能证明的吗？不用看他表演了，因为他无论拿出什么东西，都只能是假的。科技集团看中的并非只是这篇论文，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这个 U 盘。准确来说，应该是 U 盘里的核心资料。那篇论文只是一个概念 ，U 盘里的技术才是核心，而且它是无法被复制的，因为我设置了保护程序，一旦有人盗取，我的电脑跟手机就会发来提示。截止目前，我还没有收到预警提示，说明里面的东西还没有被动。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各大集团已经成立了项目组，但是还没有开始研发，说是要等什么核心技术才能够启动项目。原来这个核心技术感情在你手里啊！徐曼同学，你瞒我们瞒得好苦啊！抱歉，校董，我不是故意隐瞒的，只是跟各大集团签订了保密协议，在这项技术还没有完善之前，我们双方都不能暴露这项技术的存在。那你现在拿出来？没事，我还差最后一步就能完善这个技术了，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而且这个技术已经可以开始研发了，我已经通知了各大集团项目负责人，他们决定这2天内就开始第1阶段的项目研发。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项技术只有我才能完善成功。我不怕给别人看，因为他们看了也不懂，这就是我的骄傲。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怎么回事？许曼，你可不能开玩笑啊！这个技术可是关系到咱们全校师生啊！这要是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们学校就会被大厦除名了。行了，许曼，别再支支吾吾的了。你不是原作者吗？那你把技术拿出来，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嘛。是你，陈思妍，一定是你！你连我的论文原稿都能复制粘贴，一定是你动了我的 U 盘，一定是你毁了它，是不是？你说！许曼，
刚刚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对 U 盘设置了保护机制，目前没有预警提示吗？你怎么转头就冤枉起我来了呢？大家都看明白了吗？许曼就是那个抄袭的人，找不到证据了，就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了。怎么回事？明明没有预警提示，怎么 U 盘里的核心资料突然消失了呢？许曼啊许曼，要怪就怪你太大意，这么重要的论文不但不保密，还连带着 U 盘里的技术，你堂而皇之的跟我分享，那可就怪不得我了。从我要夺走你保研名额的那一刻起，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不过你恐怕想不到，根本就没有销毁你的 U 盘技术。记得许曼曾经说过，他所有的账号密码都是他的生日，那这个电脑的开机密码。这就是许曼那个被国内各大科技公司所看重的核心技术吗？很厉害。这就是许曼曾经提过一嘴的预警设置，还好我早有准备。现在这价值100亿的核心技术是我陈思妍的。许曼，可以了，你不要再故意发疯了。你不是论文的原作者，当然没有核心技术的资料了。承认吧，你不过就是一个卑鄙的抄袭者。我不是抄袭者，为了这个项目，我没日没夜的学习，了解最新的科研动向，在校内，在网上跟所有顶尖的科研人员讨论沟通。为了这个项目，我耗时了2年多，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许曼确实跟我讨论过科技，这一点我可以作证。没错，我也给许曼介绍过很多科技人才，他们都说许曼是个天才，很有创新想法。听见了吗，陈思妍？脚踏实地的事情是不会被你的污蔑所掩盖的。那你怎么解释 U 盘里的文件忽然消失的事情呢？我来说吧，这项技术本来就是我研发的，我好心好意把这一切都分享给你，可你呢？你许曼是怎么做的？当你听说我的技术被学校重视，被集团看重，你就趁着我埋头研发的阶段，一边大肆宣扬这是你的技术，一边盗窃我的成果。你所谓的和科技人才交流，不过是迷惑大家的假象罢了。你胡说！明明是你抄袭的我，明明是你毁了技术，想要我没有办法证明是吗？大家不要相信他的话。够了够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争论这些事情啊？现在各大科技集团已经开始第1阶段的研发了，没有了这项技术，我们全校的师生，咱们一个一个的都会面对他们的怒火。你们告诉我怎么办？许曼、陈思妍，我不管你们真正的作者是谁，现在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快，要快！已经没有方案了，陈思妍已经把 U 盘里的技术全都毁掉了。就算让我复原的话，也没有办法做到100%一样。要知道，这可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技术研发，任何一个代码的错误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什么？而且，按照我跟各大集团项目负责人约定的时间，他们今天就会来学校找我要核心资料，已经没有办法复原了，我也束手无策。那岂不是我们彻底完蛋了？思妍，你这个混账！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为了你的一己私欲，毁了许曼的心血，毁了咱们学校，更是毁了大夏科技突破西方封锁的契机。你就是大夏的罪人！校长，你们先别激动。许曼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恐慌，好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辞到我身上，让你们相信他才是论文的原作者。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危急。陈思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这是我的意思很简单，骗子终归是骗子。许曼拯救不了你，拯救不了学校，更拯救不了大夏。
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一切，因为我才是论文的原作者，核心技术的主人。这就是各大科技集团甘愿联合在一起，也要共同研发的核心技术啊！果然震撼人心呐！太好了，技术没有丢，我们学校还有救啊！这何止是有救啊，这是我校一飞冲天的机会。我知道了，原来问题出现在 U 盘上。许曼，你疯了吗？你是恼羞成怒，想毁了这一切吗？许曼，你好狠毒的心呐！知道无法掩盖自己抄袭的事实，就想拉着我们大家跟你一起陪葬，你简直就是个畜生！不是这样的。我说过，我对里面的机制做过保护系统，一旦里面的内容被销毁或者盗取的话，就会发出预警，让我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但截止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任何预警消息，但你们的资料却丢失了，这说明了什么？那只有一个原因，陈思妍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U 盘，以假乱真，用假的调包了真的，这块才是我的。一样的 U 盘多了去了，你说调包就是调包啊？那我还说你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就是为了栽赃我呢。行了，许曼，论文的原稿就在陈思妍的电脑里，核心技术也在他的手里。你说他不是原作者，那他怎么能打开核心技术的密码锁呢？你给我消停的吧你！因为密码就是我的生日。什么？我之前跟陈思妍说过，我所有的账户密码都是我的生日，所以他才能对我的手机做手脚，用我的银行卡取钱，打开我的核心技术密码锁，足以可以证明他调包了我的 U 盘吧？你胡说八道！我看你呀，就是嫉妒妍妍比你优秀。妍妍，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狼心狗肺，真不是个东西。妈妈，你还记得吗？当初我跟你分享核心技术的喜悦时，你说这么伟大的作品，你也想要有参与感，所以我才把你的生日设成了密码。你现在居然用它来栽赃我，你难道真的连最后的情谊都不顾了吗？陈思妍，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你不配提情谊二字，我跟你之间更没有情谊可言。啊，许曼，你心够狠，怪不得你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就夺走我的论文和核心技术。你不是说论文和核心技术是你的吗？你说是你的，那就是你的吧。哎呀，你胡说什么？妈，你知道吗？相比于论文的归属权，其实我更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算了，妈，你回家吧，我真的好累，不想再折腾了。陈思妍，你别走，你走了，我们怎么跟各大集团交代啊？是啊，陈思妍同学，这个项目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你怎么能行啊？我们需要你，学校需要你，大夏更需要你，你可千万别冲动啊！校董、校长、辅导员，你们真的愿意相信我吗？你放心，论文、技术全都是你陈思妍的，我们都可以替你作证，谁也抢不走。校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我算什么？你就算一个无耻下贱的小偷，你算什么？你算垃圾废物！你们真的决定了要留下陈思妍这个骗子吗？许曼，你闭嘴！你就是个骗子！陈思妍，你这招以进为退，不得不说真的很精彩。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赢。我走，是因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许曼，我告诉你，今天你哪儿都别想走，想畏罪潜逃，做梦！我有什么罪？勾引王学明、骗钱生孩子的事情，已经证实了不是我。你没有资格给我定罪。那我有这个资格吗？抄袭论文，剽窃他的核心技术，欺骗各大科技集团，你以为你就可以一走了之吗？许曼，你不觉得你应该留下来给各大集团一个解释吗？你们想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让我顶住各大集团怒火是吗？请注意你的措辞，这是你应该负的责任。好，我可以顶罪，但是我想问问陈思妍，你敢让我留下来吗？不行，许曼必须要走，只有他走了，我在各大科技集团的负责人面前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技术在我手里，我不信以赚钱为主的各大集团会不认我。校董、
校长，你们就让许曼走吧，我亲自去跟各大集团解释。如果他们发火，我陈思妍一力承担。妍妍，你疯了吗？你为什么替他顶罪？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妈，再怎么说，我也和许曼在一起住了4年，我就算是养条狗，我都有感情啊，更何况是曾经的朋友呢？这就当做是朋友之间的最后一次告别吧。你，不愧是能科研出顶尖技术的陈思妍同学，就你这份胸襟，世上就少有人能比。许曼，你再看看你，什么才女，冒着陈思妍同学的名声在这夜郎自大，你就活吧，这辈子你都吃不上4个菜。许曼，你还不赶快感谢陈思妍同学的大度吗？你连做人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吗？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你们确定让我走？如果我走了，那这项技术的最后一步，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完成。到时候各大集团问责，你们可别后悔。滚，赶紧滚！你算个什么东西？哼，只要我们家妍妍在，那什么科学，那信手拈来。走吧，许曼，别走慢了，你再后悔。好，我走。有了这个项目啊，我们学校不出1年，恐怕就会成为大夏的最高学府之一。哎呀，这陈思妍同学，这是居功至伟啊，这是我们学校的福星啊！是，陈思妍同学啊，那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各位领导太客气了，我还需要学习，需要进步。陈思妍，你现在解决掉了许曼，可别忘了把那个周云霞也处理掉，留着她迟早是个祸害。你还有脸说别人？我看你才是货，出卖我的时候可一点都不手软。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孩子的妈妈，我之前那么卖力的帮你，可是顶着很大压力的。百盛科技集团项目负责人杜威杜总到，云霄科技集团项目负责人高龙高总到。你放心，等我泡上了各大集团，我就处理了那个周云霞。快跟我去迎接各项目负责人了。不必了，韩校董，我们提前过来，没有打扰到你们吗？我们这次之所以提前过来呀，是因为看到了关于许曼同学的直播，不免有些担心呢。同时呢，也想早点获得技术核心，开启第1阶段的研发。所以，哎，许曼同学呢？各位，那个听我慢慢给你们讲啊，他这个是，这就是许曼同学的核心技术了吧？妙啊！简直太妙了！哈哈哈哈！你们是不是疯了？这电脑里说呢，可是颠覆世界的核心技术，你们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打开了，不怕泄露吗？高经理、杜经理，这事儿要怪只能怪许曼，谁让他非得说自己才是这个论文和技术的作者？陈思妍同学不得已只能拿出来技术证明自己。什么？你说什么？陈思妍？她不是在直播间诋毁许曼那个女同学吗？她怎么成了技术作者了？各位经理，事情是这样的，许曼她抄袭我的论文，盗取我的技术，我为了不让事情扩大，只好设计这一切，为的就是能给许曼同学一个自己承认错误的机会。可是他够了！你是陈思妍是吧？你最好把嘴给老子闭上！我们不相信许曼同学抄袭，一定是你陈思妍陷害的。说，给我实话实说。喊什么喊？当经理就了不起呀！没有我闺女跟你们合作，你们算个屁！我们算个屁！你不要在这大言不惭了。我告诉你，我们合作的对象是许曼，不是你女儿，听懂了吗？各位负责人，这个作者确实是陈思妍。你看，这个电脑里面就有论文，还有那个核心技术，这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放屁！虽然之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个核心技术，但是我们也没少跟许曼同学接触，他的为人我们一清二楚，我们相信他的人品。是啊，许曼同学比我们都有本事，却从不恃才而骄。我是绝对不会相信许曼同学是抄袭的，她那么擅长政治的一个姑娘，绝对做不出这种事儿，一定是这个陈思妍在栽赃。各位负责人啊，这你们一定是被这个许曼装出来的那个样子给骗到了。到底谁被骗了？一试便知。我记得许曼同学曾经跟我说过，他的技术有防盗系统，谁要是敢盗取，那么他的手机和电脑就会发出警报。我现在就把技术代码全部删除，看看陈思妍的电脑会不会发出警报。如果没有，那就说明他就是那个抄袭剽窃的人。警报！警报！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遭受销毁，响了，响了，响了！你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仔细听，是你陈思妍的电脑在响吗？哎，怎么是许曼的电脑响了呢？警报！警报！陈思妍，你好大的胆子，连这种影响大夏科技的技术你也敢偷窃？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真不知道你们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他什么德行，不都已经被直播出来了吗？你们竟然还相信他的鬼话，简直蠢得无可救药！陈思妍，我让你付出代价。他肯定是要付出代价。哦，对了，还有这个人，叫王学明是吧？不关我的事，都是他陈思妍抄袭，和我没关系啊！但凡欺负过许曼同学的人，我们都不会放过。韩校董，现在立刻联系许曼同学，请他回来解决一切。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警报！警报！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遭受销毁，请终止行为。这打不通了，继续打。再打一遍。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这怎么不接？许曼他不会心灰意冷，再也不回来了吧？看看你们干的好事！没有个许曼同学，这项技术就不能完成，损失了上海10小时。如何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才是大事。你们都是罪人，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找！就算把整个大学掘地3尺，也要找许曼同学，否则我让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这找，我这就去广播室发动全校师生去找。这快去跟我出去找。走。许曼同学，我是校董韩正宇，现在我代表所有校领导郑重真诚地向你道歉，是我们错了，我们错怪你了，委屈你了，求求你。哎，同学，你有看到许曼同学吗？没有。你看到许曼了吗？哎，你有没有看到许曼？有没有看到许曼呢？找到了！有学生在足球场见到了许曼。快，所有人立刻去足球场，带上陈思妍和王学明，还有找到那个余姚的学生，他是帮凶，我要让那个许曼同学对接赔罪，快去！